我们知道台湾的水果真的很甜，所以你看看糖尿病卫教师，他跟病人说：“哦，你不要吃太多水果，会增高血糖啊。”可是事实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吃整颗的水果从来不增加糖尿病，不但不增加糖尿病，会降低糖尿病的风险。不管多甜吗？对。以前卫福部也有这个建议，盐摄取不要超过2300毫克。后面的研究就发现不对，盐巴吃少的人肾脏坏得比较快，盐巴吃的少的肾脏坏的比较快。对。好，欢迎你来到健康大前线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你知道吗？台湾每一年有超过9万人在洗肾。我们台湾是洗肾王国，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20-30年至少，因为我20几年前就在跑新闻了。到底是怎么样造成这样子的恶名？如何洗刷？我们今天就为您请到了肾脏科名医江守山医师，欢迎医师。大家好，医师，我刚刚的问题这很多人想要知道的，为什么？台湾的医药很进步啊，健保这么的好，可是为什么洗肾王国这个恶名一直牢牢的粘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有问题，还是医疗系统出了问题？我觉得最主要的恐怕我们的医疗指标有些是设定错误了这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可是我们民众本身用药的习惯是很可怕的。根据药业同业工会的统计量台湾人吃的药是美国人7.2倍了。那你想想看你真的有找到一个药没有副作用的吗？大概很难。那你吃了美国人7.2倍的药，更不要讲人家体型都比我们大，对，所以你反算出来，我们可能吃了他8-9倍的药。那你药多了，肾脏很容易受到打击。这是一定的问题。那我想问，就是像那个维他命啊，这些也算药吗？不算。我讲的是药师公会的统计，所以他讲的是真正发出去的药。OK， 像是那种慢性病、心脏病、糖尿病各种的这个慢性病，每天吃的药。好，那这是不好那一面，就是进来洗肾人多这部分，这个是不好的。那当然，另外一个导致尿毒症病人多的是好的。什么叫好的？就是我们的洗肾病人死亡率很低。不过这个低也有好也有坏，怎么样讲？我们透析品质全世界数1数2，我们去跟美国比较死亡率，我们大概死亡率只有它1/2到1/3，就是我们洗肾的品质非常好，很好而且如果就是比较腹膜透析大国家香港它腹膜透析很多，因为它优先腹膜透析是，那我们的死亡率也只有腹膜透析只有它的1半。好，所以你就变成你一个大桶子，进来的水就多杠很多。出去的水龙头很小。洗肾还有另外一个出路叫换肾，偏偏台湾换肾也非常少，大概1年就200多例因为肾源现在很缺少。其实说真的，这个东西也是哭笑不得了我们比较30年前，我们那时候换肾的比较多，那为什么越换越少？为什么？因为大家骑机车戴安全帽。我们少了很多脑死的病人我懂，所以健康的肾就少。对，因为这个本来就是脑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嘛，车祸死亡。那你现在因为大家骑机车戴安全帽，整个就直接砍一半那现在就一个大问题啊，你排要换肾的人可能有8-9千个人，1年换200例，那你要等几十年你换得到，对不对？所以这一部分的换肾的这个作为洗肾的出口，让他不用洗肾这个路。基本上堵塞到一个小洞，也被阻塞了一半。对，阻塞了很大。所以洗肾如果说是一个大水桶的话，每一年有这么多人加进来，因为我们吃药多啊，等等各种因素。可是离开这个大水桶的人又非常少，因为我们洗肾的品质很好，所以台湾这个洗肾王国的恶名就牢牢的粘在我们身上。那怎么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尽量不要跳进这个大水库嘛。是的，这最重要的。好，那这个就分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否认台湾洗肾最大的股东叫做糖尿病因为台湾有1半的洗肾病的是来自于单一疾病叫糖尿病。我们大家现在控制这个疾病，重视的糖尿病的数字，譬如说我要把空腹血糖控制在这个110以下，我就很高兴。那我把糖化血色素控制在6.2。6.5以下，我就觉得我很成功，数字很漂亮。对，可是我跟你讲一个实际上例子我曾经在公保看病人的时候，有一个病人被从新陈代谢科转过来，这个病人在公保看了17.5年的糖尿病，厚厚的一个病历，因为他都有非常规则的来检查，来回诊，来拿药。你可以说他几乎一天药都没断过。然后呢，你去看他的数字。
他空腹血糖我看过，从来没有超过115，很漂亮的一个数据。糖化血色素没有超过6.5，然后呢，他被最后一个医生发现他需要洗肾了啊，所以这样有个大问题，大家重视的是糖尿病的表面数字，那糖尿病的根源胰岛素阻抗，没有人理它。那对于整个医疗界来讲，其实糖尿病从过去的单纯做症状治疗、控制数字，已经渐渐过渡到控制阻抗，甚至于根绝阻抗这条路。可是我们一直停留在高炸鸡的时代，我们一直停留在要把数字控制漂亮。好，这中间就产生一个矛盾，有时候你控制数字跟你控制疾病刚好相反。我举2个例子来讲，你看哦，很多医院卫教糖尿病的病人跟他讲说，为了避免你饭后的血糖飙太高，你要少量多餐。对，因为你每次吃一点点嘛，所以你饭后血糖高也高不了太高，对不对？可是这个方法事实上是很糟糕的，这个方法会极度让你的胰岛素持续不断的在分泌，那会制造更多的阻抗。那现在新的治疗方法，包括美国的杜克大学，它有一个新陈代谢科的门诊，它专门用断食来控制病人，包括使用168或者是一日一餐等等的方式，讲究什么？讲究是多量少餐。对，刚好跟你的少量多餐完全相反。对，可你要知道，人家那个在美国很出名，原因是因为他把病人要拔掉的机会大概超过60%啊，就有60%的人回去那边看，基本上得到类似根治的状态，就是病人可以长期的不吃药，然后维持在血糖也很漂亮，然后没有并发症的情况。所以你的临床建议有时候跟控制这个疾病刚好相反。你只是为了控制你这个数字，这就是台湾的一个大问题。可是如果说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我们相关的单位啊，为什么没有转换这个概念呢？需要一点时间。对，这需要时间，因为很多事情等研究出来，再写到教科书，大概要花5年。OK， 那研究有一个定论，比如说可能要几百篇研究，我才能做一个回顾，大规模的回顾比较。那最后才在回顾分析里面定论说，这样子真的比那样子好。那你真的所有的研究做到可以做回顾，大概要10年了。所以你基本上在教科书上，或者是卫生署官方推荐的治疗方法，事实上大概跟落后时代大概会差到15年那么远。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阶段。好，我们再举糖尿病的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台湾的水果很甜，要求低，对不？要求低。好，真的很甜。所以你看看各院的糖尿病卫教师，他跟病人说：你不要吃太多水果，会增高血糖啊！你每天就只能吃2个拳头加2份水果，就这样而已。而且是不甜的，芭乐啦，对，尽量吃不甜的，对不对？好。可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跟你想象中刚好相反。对健康人来讲，我们发现吃整颗的水果从来不增加糖尿病，不但不增加糖尿病，会降低糖尿病的风险。不管多甜吗？对。第二个，对糖尿病的病人来讲，有人跟对岸合作做了一个49万个人的长期追踪，他发现糖尿病的病人多吃水果，它会降低他所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降低视网膜病变这是成人目前瞎掉眼睛最主要的原因。它降低了肾病变，就是洗肾的主要的原因，对不对？第三，它降低了神经病变，避免了病人被截肢。第4个，它降低糖尿病病人的心血管疾病，因为糖尿病病人其实大部分除了洗肾之外，大部分都会死于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肌梗塞或中风。好，那你多吃水果，你把4大并发症就降低。所以我才写了一本书，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你既然都没有并发症了，你需要在乎血糖吗？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不是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卫教就是你要很在乎血糖，所以你不准多吃水果，也是不能吃甜的水果。可是你知道吗？说起来很讽刺，很甜的水果有些对血糖控制很有帮助。为什么？举个例来讲，像葡萄很甜，对不对？对，尤其台湾的葡萄干更甜，对不对？是浓缩的。对，结果葡萄跟葡萄干，可以以剂量的方式，就是剂量越高，越压制糖化血色素，就是吃越多，糖化血素会越低，代表葡萄糖的那条曲线会压得越低。好，那很多人他对我书上写的看法很疑惑，说不对啊，我明明吃了甜的水果，我马上2个小时测我就高一些啊。不，你太短视了。为什么？因为你
计较的是2个小时之后，其实葡萄吃下去固然有一个2小时之后的 peak 高起来，可它会降低下面2餐的血糖。我们要追求是长远的。对，下面2餐血糖事实上在研究里面都会发现明显的降低。所以你看太短，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在乎，是我吃多少葡萄。那事实上在研究里面，哪些水果可以降低血糖呢？刚才讲的葡萄干，对不对？带皮的苹果，带皮一定要带皮呀。对，哦，好。削皮的芭乐，芭乐是一定要削皮。对，那里头那个籽呢？无所谓，只可以吃。无所谓。可是芭乐要削皮，因为有人就直接对人做了一个随机分配研究，就一组人叫他吃带皮的芭乐，就是一般我们的吃法嘛。另外一组把皮削掉，就发现只有吃了削皮的芭乐，才能降低血糖跟血脂。当然，2组都对于降低体重有帮助了。可是真的对血糖有帮助的，还是要把皮削掉。还有芒果、火龙果、酪梨，这些都是很出名的，可以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的水果。虽然它有些真的很甜，火龙果也不会不甜啊。其实火龙果也是蛮甜的。对，有些品种超级甜的。台湾的爽雅其实蛮甜的。对，尤其在盛产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去看它整个研究数据，它发现对你是有利的。可是我们糖尿病病人大部分都不敢吃我们很多子女为了孝顺父母，还会警戒妈妈：“妈妈，你不要吃那个啦，那个太甜，尾塞加啦，低啦。”假如因为糖尿病有失去控制其实刚好跟研究的结论完全相反。江医师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些，真的是完完全全颠覆我们过去的观念呢所以也带来一些新的看法。那刚刚医师有说，生活习惯非常重要，就是水喝的不够多，也是造成肾脏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代人可能水喝的不够多，而且可能喝错了。这个医师可以告诉我们，水对肾脏的好处你其实很容易直觉上就知道。譬如说，你不幸跑到撒哈拉沙漠去，你的骆驼跑掉了，然后你可7天之后被捡回来，你就需要开始洗肾。为什么？因为你7天里面你可能喝不到水嘛。没有水，肾脏就不能排毒，所以水不够可以制造急性肾衰竭，这个是很粗浅的想法就可以知道的。可是大家很忽视的是，慢性的脱水会造成慢性的肾脏纤维化、肾脏萎缩跟洗肾。我讲我一个病人的例子有一天我在查房，因为我们医生要轮值班嘛那有些病人的确不是你的老病人你自己收的，是急诊室在你值班当天帮你收上来你肾脏科的病人。那我总医师就报说这个老先生72岁，他现在尿毒症需要洗肾。结果我仔细检查这个病人之后，我问了病人一句话说：“你都不会口渴啊？”那病人说：“不会啊，我都有喝水啊。”那你知道吗？我只做了一件事情，我在2天之内灌了他7.5公升的生理食盐水，然后呢，第4天这个病人肾功能正常出院。他从尿毒症到正常出院只花了前后4天，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喝够水。对，而且最主要是他不会口渴。为什么？不口渴的病人比你想的多很多。不口渴有几个因素，第一个老的人常常不会记得要喝水，因为他的渴觉已经渐渐钝化，甚至丧失。他不会觉得口渴，他就不会喝。更糟糕的一个问题就是变本加厉的是，肾脏科的病人更不容易口渴。为什么？肾脏科的病人被发现他的胃口不好之外，他在咽喉部分的这些感觉到水的接受体已经大部分都丧失掉了。所以他也不会觉得口渴，不会口渴，你不喝水，它会制造慢性肾脏的纤维化、慢性肾脏的萎缩，到最后到尿毒症。而且因为你喝水喝太少，你会比较容易感染，你较容易结石，然后你容易便秘。那便秘跟肾脏科什么事？有啊，便秘肾脏科病人就不会排钾，所以他可能就为了便秘，钾离子太高，然后就需要洗肾。所以一个少喝水对肾脏科病人就有非常大影响。说白的我一个门诊我现在一个门诊只看30个病人，我一半的病人会被我敦促要多喝水，甚至责骂他要多喝水。我会跟病人讲，你水再喝不够，你下次不要来见我。可是你怎么判断他有没有喝够水？因为所有病人都会跟你说，有啊，我有啉吗？对，好，很简单一个问题你看看我也60几岁了你把自己的皮轻轻松松的捏住，然后你放开，我不是拉高弹开，不是，我是把它捏平放开，要马上不见了。如果你捏平放开，看到一个咻这个动作，一个缓慢的回弹动作，代表你的皮肤的水量是不足的，代表你全身水量不足。那医师你来捏我看看。我们不要捏那种皮绷比较紧的地方，我们捏身上皮最松的地方，在这个位置捏住它，放开。你比我差一点，可是你已经不差。对，
我捏住自己，对不对？你连痕迹都看不到。可是有一些老人家，他的皮不是松了吗？不会松，可是在这个位置应该都不能看到。这我很简单一个问题啊，我的病人只要被我要求之后，你下个月他喝够水，你来看，他按住放开，就整个就像我一样，马上弹回来。水喝不够，其实可以从舌头有没有湿湿的，摸它的腋下，有没有湿湿的这种部分来感觉得到。可是腋下湿湿不就是流汗吗？对，所有的人的腋下都要有点微微的湿的感觉，就是说你把你的手放到你的腋下，你要觉得有点湿湿的感觉。如果你什么都没感觉的话，那完蛋了，你一定是脱水了。可是江医师，我们在这个冷气房里面也要有。也要有，也一定要有，因为这边有大汗腺在 ，OK，所以它无论如何会有一点点湿湿的感觉，而且人的手指头对这个湿度很敏感。传说中一个好的西点面包师傅面团里面大概1/1000的湿度的变化，他可以感觉得到。所以你摸一下，你就知道说你的家里的老先生、老太太或你自己到底你水够不够？水不够，轻则就像前一阵子有人肾脏结石堵住住院外保。就医去通石头，这是很常见的缺水造成啊。那我自己的家人也发生这个事啊，他一辈子没结过石因为那是我哥哥，他是结过技师工会理事长那疫情中间2年多去开会那个会议当局都不敢提供喝水，因为你喝水就会打开口罩，所以就没水喝。那坦白讲，我哥哥也有点懒了，人家不给他水喝，他也不带水，单就这2年，他就憋出个石头出来。就是有一天他发现小便有点不舒服，然后检查起来有血尿，一照就看到一个石头，就是有结石。对，而且他一辈子没结过石，就是疫情中间出外少喝水，就马上结石出来。而且我知道有些老人家少喝水的原因是因为他怕上厕所，因为在外面可能譬如说这个找厕所麻烦啦，所以他就憋着不喝。好，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你出去外面会频频的尿，对。这个事情你要去处理的，你不应该为了频尿来减少你的喝水了。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肾脏科病人，尤其是第3期之后，甚至还没有进入第3期，在第2期阶段就会进入一种盐损失性肾病变的状态，就是它比正常人来讲更留不住水，留不住盐巴，所以呢，它会把水无限制的排出去，排到自己肾脏坏掉为止。所以这些人，我跟病人讲说，没办法，你肾脏目前在恢复时间，你就会有一个这个状态，你就要喝赢它，你不止输给你的肾脏，强迫他一天喝水，有些病人要被我要求喝到3000、3500都有可能。如果他在盐损失性的状态的情况，就是你喝进去的水要快过它流失，对，让它留在你体内，对。可是为什么这个水会流失嘞？就是肾脏在衰竭的这个阶段。它会造成盐损失的状态，就是它会把盐巴漏掉。那盐巴漏掉的时候，就把水带走了。OK。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说我喝茶了，我这水就喝够了。喝啤酒可不可以？那其实很抱歉这5样东西都算只能冲下水道，不能给你肾脏带来好处的是谁呢？啤酒。啤酒500cc 啤酒可以尿800cc，这个是研究证实过的。浓茶、咖啡、薏仁水、红豆水。薏仁水、红豆水、番麦秋，这个都一样。玉米水，对，我们女生说可以消水肿的，没错，因为它自带利尿。那会自带利尿效果的，都只能帮我们的病人冲洗他的下水道，可是留不在体内。OK，就是没办法当存款它就是个过路财神就钱赚到手马上就花掉，大概是这个概念。而且带走更多。对，所以可能就赚不到半毛钱。所以很多人因为少喝水，又搞到自己肾衰竭。那盐巴也是一个问题。以前卫福部也有这个建议，我们大家盐摄取不要超过2300毫克。可是后面的研究发现，不太对耶。为什么你去长期追踪这些有问题的病人，追踪对象包括正常人，包括心衰竭的病人、高血压的人、肾病变的人，你发现他盐吃少的肾脏坏得比较快，跟我们想象中相反。因为早期研究很多人都填问卷。问你说你吃的咸不咸的等等的问题，那很多病人问卷都会乱写，尤其有些问卷设计不合理，他甚至叫人家回顾过往的1周，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他按照你吃的这些食物的种类跟量来推算你的盐摄取量，这是标准的研究做法。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钱子，你真的记得你3天前你中餐吃什么吗？我要想一想，我跟你讲很难，很难，因为这是每天在做的事情。除非那一天刚好你跟朋友约在某个大饭店吃下午茶，你会记得那一餐。对，或者是我生日大餐，我就记得。对，可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餐，大部分人都会失去记忆，所以这个研究就非常不准确。因为你坦白讲，就是明目张胆的胡说八道，钦差瞎下对，跟 ChatGPT 一样，他正大光明的胡说八道就交出去了。对，那可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问题大了，研究不准确。后来不干这个事，后来干嘛？我收集病人每日的小便，因为每日的小便里面的盐的量就等于你吃进去的量。哦，很聪明呢。对，后面的研究就发现不对，盐巴吃少的人肾脏坏的比较快，盐巴吃的少的肾脏坏的比较快。对，但欧美有一个很流行的糖尿病叫1型糖尿病 ，OK， 在台湾算少数了，大概是在4%左右。那在美国可能会占到20%。很小的小学生，甚至还没有上小学就得了糖尿病。那这种人经过15年之后，大部分的肾脏都会坏掉因为它是一种免疫型的疾病，它到最后肾脏都会坏掉。结果你把这些人吃盐的量分为10级，就发现依次来讲，盐巴吃的越少的肾脏挂得越快。江医师，你这样子今天呢，完完全全都推翻了我们过去的一些想象跟经验呢。没错，小时候大家都说这个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当假当莫假当干，对，假当干有戒派，没力油剂也派去对，传输观念是这样子，可是都经不起研究的考验，你知道吗？我们少吃盐巴细想起来真的也蛮好笑的事情。我们高血压的人口里面有15%是属于盐依赖型高血压，就是盐巴吃多了，血压就高起来。这种人理论上应该少吃盐巴，对不对？因为他吃盐巴就血压就高嘛。可是你不要忘记，这占总高血压人口里面只有9%。那高血压占总人口多少？10%，对不对？所以总人口、总成年人口啦，小孩子不算，总成年人口需要控制盐巴是多少？10%乘以15%，是多少？1.5%。只有1.5%需要控制盐。对啊，你们其他98.5%的人，你跟人家凑什么热闹？可是我们都以为是这样啊。对，而且你没有想过说忌盐有没有坏处？忌盐巴除了1.5%的人得到好处之外，所有忌盐巴的人都会付出什么代价？第一个，它增加了4种血管毒物的分泌，包括肾素分泌、血管张力素2的分泌、肾上腺素、正肾上腺素的分泌，这4个都是血管毒物。因为我们治疗血压最主要是针对这几个东西来克制它。然后呢，你不知道的是，盐巴吃得少的人，胰岛素阻抗比较高，血糖比较不容易控制。那盐巴吃得少的人，血脂会比较难控制，容易胖。不是，血脂会高。对，所以你想想看我为了1.5%的人，其他98%的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当然。但就是不对的观念啊。对啊。所以医师，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摄取更多的盐分吗？在大规模的研究里面去看它的死亡曲线，最低点是到4500毫克的钠，相当于接近10克的盐巴。我跟你讲，你回去算算看你们所有人都吃不到这个量。一定要吃到10克以上才算是合格的，就是得到死亡率的最低点。就是10克有多少啊？应该吃不到。我跟你讲小盐匙大概1个是1克了。所以要吃到10匙一天，你的死亡率是会最低的。不是你家一起吃是你一个人要吃到10匙。那很多对，所以绝对超过你的想象。我们的大家被教育少吃盐巴的结果，其实是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更糟糕的是，你注意观察那一条盐的摄取跟死亡率这个做纵轴这条曲线。盐摄取少于4500的那个屁股跳起来，就是死亡率高起来很快。可是盐巴吃超过4500毫克的，事实上在到1倍的量的时候，都还没办法脱离统计学上的误差范围，跟死亡率都没有影响是，所以过去呢，大家都教我们要少吃盐，吃清淡。不要太多重咸的，这个观念可能从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要改一改了。没错，因为在学术研究里面发现，它完全站不住脚。以后这个我们家里面妈妈煮饭的时候，那个盐要很细面啃了。而且我跟你讲，真的吃少盐还有一个大问题是，很多老人家会因为盐巴吃的少，他觉得东西没有滋味，他越吃营养越不良。因为他吃觉得淡而无味，他就吃的很少。老人家吃的少是一个大忌。你看日本对人类做的整个的统计人类超过100岁叫人类对，
女生的 BMI 啊26了。哦，算胖的呢。对，26.1哦，对不对？对你现在不是说20到24是正常 BMI 吗？超过24就是微胖嘛，对不对？是。好，他的人类是26。哦，所以人类都是胖子才有办法活下来，就是要吃多一点呐。对，那你想想看，你如果从头到尾叫他这个盐巴不准吃，那个盐巴不准吃，有滋味的不准吃，辣的不准吃等等，因为你很多辣椒酱也加了很多盐巴，对不对？好，那什么都不准吃的结果，老人家的胃口就变小，然后整个人变瘦，越来越瘦。那太瘦，老人家其实死的比较快，因为他营养摄取的也少。对，营养少会几个问题，抵抗力不足，那碰到重病的时候死得快，这是已经知道的问题嘛。我最怕碰到什么，你知道吗？碰到病人，譬如说收到加护病房去，那我说去看病人，我跟你讲，我只要看那个病人BMI 不到22的我不管你什么原因，我马上把家属叫进来，签一个病危同意书给他。他会觉得很奇怪，那不是刚才住进加护病房吗？马上就签病危，我爸爸我妈妈都还没变化。我说不对，根据统计这种体重进了加护病房，活出去的机会不到5%，那95%会死到当然是病危啊。体重不够你就病危啊，你不用考虑，而且你知道营养对人有多重要吗？我再讲一个真人真事有一天呢，我有个同事，他收了一个那个甲状腺机能亢进的女生，才30几岁，很瘦。那当然她也出了肾脏问题嘛，所以才会诊肾脏科嘛。那我就去看了一下，那当然看了一下也就算了嘛，看就给她一点建议而已。2天之后，照顾那个女病人的住院医师跑过来跟我讲，我站在查房跑过来讲，江主任，那个会诊过你那个病人昨天晚上心脏暂停了3次，被电击了3次，所以洪主任，请你再去看一下他。那我帮他看一下那病人，看一下病人之后，我问说洪主任，怎么看法？那个住院医师说，洪主任说这个病人很危险。我心里在想说，你在讲什么屁话？急救3次还不危险？当然很危险。我不是问这个啦，我要问的是洪主任对他判断是什么啦？是算了，反正住院医师回答不出来。我仔细看一看病人，我翻翻病历。我问那住院医师说那个病人住进加护病房之后，他肠胃出血，你们给他禁食，对不对？禁食到现在7天了，这病人灌了什么？那住院医师说没有呢，我们一直还没有恢复给他饮食。我说这病人是给你饿死的啦。我叫他开始灌食。灌食之后呢，病人第3天就出加护病房，1个礼拜之后就出院了。所以他在加护病房里面那3次心脏暂停。事实上，他已经是油尽灯枯了，没有营养了，燃烧光了啦。因为他甲状亢进的人本来就比较瘦嘛，没有油了嘛。那你进了加护病房，因为他胃出血，又不准他进食。是，你知道点滴的热量其实微乎其微，点滴不是用来提供热量的啦。你真的要提供营养，你要打那个全静脉营养，那是含油的那个那个注射液才有营养啊，打糖水是不可能可以撑下病人，结果病人就真的被饿到，就是心脏连续停了3次嘛。所以你知道，其实很多住院病人他死因都是因为营养不良。另外一个是你去看整个洗肾室病人会先死的不是毒素高的，毒素高代表洗肾失败嘛，不是。死掉的大部分都不是毒素高，死掉的是营养不好的病人，营养不良，就白蛋白低的病人，就进食少。对，他只要营养不良，他死的比毒素高的还快很多。会到洗肾，很多人都说是慢性病的最终点，因为你讲到糖尿病嘛、高血脂啊、高血压。那如果我真的已经到了洗肾这样子的这个大水池里面，我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比较可以减缓痛苦，或者是有机会可以跳出这个洗肾的大水池？事实上没有错我们肾脏医学会有鼓励啦，就是说当你如果一个洗肾是可以让病人脱离洗肾，它有一定的奖励啦不过这个坦白讲，那叫微不足道啦，所以大部分的医生也都不重视这一块啦。不过的确是有少数的病人，他那个肾脏衰竭，即使洗肾之后被发现原因，然后被解决原因，后来的确是不需要洗肾。像我有一个病人是39岁的女生，洗肾洗了3年，因为骨折住院，被会诊肾脏科才发现她是多发性骨髓瘤了。所以后来把多发性骨髓瘤控制住之后，他洗肾就解决掉了。所以这种病人还是有。那当然有一部分的病人是借器械的帮助，比如说像我刚在治疗一个病人，那病人已经洗肾也洗了5年，一滴小便都没有，因为他心脏很不好。所以我认为他当初洗肾是因为肾脏被心脏拖下水的。那后来我们就用体外反搏去治疗他的心脏，结果他心脏得到改善之后，35小时的治疗才做到一半，他尿量就1天可以排900cc他的整个洗肾数字就降下来。所以我们就把他洗肾从3次降到2次，降到1次。
目前还在努力看看可不可以让它完全脱离。所以事实上，洗肾病人也不见得一洗肾就要一辈子洗肾，这要看他的病的情况。那如果说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为了避免走上这一个路途，尽量避免跳进这个大水库里面，那我可以怎么做？一般的卫教的说法，请医师来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对的。第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嘛，像是地中海饮食；第二个是多喝水，这个刚刚江医师已经特别的强调了；第三个是规律的运动，这个也是必要的，对不对？对。那第四个是避免熬夜。在研究里面发现，肾脏科的病人，不管你什么肾脏病啊，不管你来自糖尿病、肾丝球、肾炎、多囊肾什么，不管它，你只要一天睡眠少于7个小时，肾脏的损毁就会加速。而且肾脏科病人很早就会出现一个夜尿症，晚上会起来尿尿。对，这个是叫做浓缩失败。浓缩失败是肾脏病从很早期就会出现的一种征兆，可是大部分人忽视它。所以很多病人会夜尿症都已经5年6年，记不清楚多少年才知道要去看医生。那医师，我要请教什么叫夜尿症？如果说半夜起来1次算不算？不算，超过1次以上的小便就叫夜尿症。OK。可是你要知道哦，像女生，因为她们有射护腺嘛，是，所以女生只要晚上起来超过1次小便，都叫做夜尿症。那有一些说法是说，女性因为有更年期，更年期之后的女生会有夜尿。不应该，因为更年期的女生不应该损伤到肾脏的浓缩机转。OK。那男生就比较讨厌，因为男生还有一个所谓的共病的问题，就是说他年纪大之后，他常常有射会腺肥大。肥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你的尿管给你勒住了嘛。那勒住了之后，这个被压回去也会影响到你的浓缩机转。所以它也是造成浓缩失败。不过原因不是肾脏本身病，而是来自于后面被勒住了。那这种东西当然你要去解决这一段啦。所以第4个就是避免熬夜，要睡眠充足，至少7个小时。如果你晚上有夜尿，会起来上厕所超过1次以上，那你要小心治疗你的肾脏。对，要去检查一下，看看肾脏有没有问题。另外呢，适度的舒压，当然很多病的来源都是压力。另外，不要抽烟。不止。其实除了酒跟肾脏没有关系之外，在高雄医学大学顾敬玉教授的研究里面，他用来解释一个问题啊。台湾一个很小的岛，对不对？可你知道吗？南部的洗肾人口比例每10万人口的洗肾比例几乎是台北的2倍。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人吃槟榔。在顾敬玉教授研究里面，不管槟榔，不管香烟，一根一根、一颗一颗都可以伤害肾功能。可以量化的估算到它对肾脏的伤害。肾脏最大的天敌就是烟跟槟榔，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讲。OK。另外，刚才医师特别告诉大家，扭转大家观念的是要多吃水果。如果有糖尿病，可以吃整颗的水果，像葡萄、火龙果、芒果苹果带皮的，芭乐不带皮的，芭乐不带皮，苹果带皮的可以多吃。酪梨也可以降血糖，酪梨也可以降血糖。还有另外颠覆我们所有人的观念，要摄取足够的盐就是钠，而且是比我们想象中多很多，基本上多了快1倍了。以后就不用再吃这么清淡，尤其是你不要以孝心为借口限制你老爸老妈的饮食，把他搞瘦了，那他也许更容易死于败血症等等的抵抗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老人家其实切记太瘦对他是不好的不要说这不跟他加，嘿不跟他加，嘿卖加。不可以这样没错。今天非常谢谢江医师来到我们现场，谢谢大家，也请继续收看《健康大前线》，下个礼拜5我们准时见。